现役各型飞机中，除了 F-22、F-35等隐身战机以及 B-1B、B-2等战略轰炸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军用飞机，这就是特种作战飞机。最近美军频繁在台海地区刷存在，其中一次派出的就是 MC-130J 突击队员2特种作战飞机。MC-130J 是美国空军为了替代已经落后的 MC-130E 和 MC-130P， 采用 C-130J 运输机的机身，加装执行战斗搜索救援和特种作战任务的新型设备而成。具体来看呢 ，MC-130J 换装了使用寿命更长的机翼、增强型货物处理系统、一个战斗系统操作员工作站、一个辅助飞行甲板工作站、一个通用空中加油受油口滑道装置，改进了燃料、环境和防冰系统。先进的机载航空电子设备包括先进的数字化玻璃座舱、数字化自动驾驶仪、ANAAS-52V 光电红外系统、低功耗多模态雷达、双通道语音数据卫星通信系统、综合双惯性和 GPS 导航系统、13部彩色多功能液晶显示器、平视显示器、数字移动地图显示系统、双特殊任务处理器、机载自卫系统采用的是新型综合防御系统。MC-130J 的动力装置为4台罗尔斯罗伊斯 AE2100D3 涡桨发动机，单台推力4591马力，用来驱动4部6桨叶全复合材料制成的可变桨具螺旋桨。而经过改装之后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全机长29.3米，翼展39.7米，机高11.9米，最大起飞重量是74.456吨，无空中加油时航程为5556公里，装载19吨有效载荷的时候，最大飞行高度是8534米，在6705米高度的时候，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是每小时670.4公里。在以往的美军特种作战行动当中呢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是多次承担隐蔽渗透、数据链引导、空降突击、行动撤离等等多种作战任务。一般情况下呢 ，MC-130J 可以作为支援机的角色，为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直升机或者是 MV-22鱼鹰轻转旋翼飞机提供空中加油，或者通过空投人员、设备、物资来为特种作战行动提供补给，并且支持特种作战部队在敏感区域的行动。此外 ，MC-130J 还有一项次要的任务，就是空投传单。但是由于 MC-130J 的飞行速度较慢，机动性较差，面对防空武器的时候，它的生存能力较弱，因此 MC-130J 主要在夜间来执行任务，以减少被发现和被拦截的可能。那么，为了增强 MC-130J 的生存能力，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在2017年初还为特种作战飞机生产了沉默骑士地形跟随雷达。该雷达呢，可以使 MC-130J 以及其他特种作战飞机能在黑夜以及能见度较低的恶劣气象条件下进行超低空飞行。那除了给其他特种作战飞机提供空中加油之外，近年来美国空军还在训练当中使用 MC-130J 飞机为 F-35A 等战斗机提供前沿部署加油。在前沿加油模式之下，携带燃料和加油吊舱的 MC-130J 降落在前线偏远机场，迅速打开加油吊舱和加油管线，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从地面上将燃油从 MC-130J 转移到 F-35A 战斗机的油箱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 MC-130J 自身并不具备进攻性，但是也不能忽视美国空军让其飞越台湾海峡的不纯动机，因为 MC-130J 很可能只是个引子。比如在去年8月29号，美国空军派出一架 MC-130特种运输机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还出动了一架 RC-135W 电子情报侦察飞机在巴士海峡上空徘徊。虽然美国空军这次也没有说明这2架飞机所执行的任务是什么，不过这样的安排还是让人觉得他是想用 RC-135W 获取中国国内的防空信息等等。美国军机接二连三飞至台湾地区附近空域之后，美国海军又派出一艘军舰航经台湾海峡。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防务部门表示，一艘美军作战舰2月15号上午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已经是今年1月17号后美国军舰第2次航经台湾海峡。对于美军机舰过台海，外交部发言人曾一再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